当宇宙触碰极限，会发生怎样的奇迹？在宇宙深处，隐藏着一个令人无法直视的存在，吞噬光芒，扭曲时空，将宇宙的边界推向人类认知的极限。这个怪物的质量是太阳的660亿倍，光芒比整个银河系还要耀眼，甚至足以覆盖上千个星系。科学家们第一次观测到它时，震惊的几乎以为是仪器出了错，因为根据已知的宇宙模型，这样的东西根本不应该存在。其光线来自100亿年前的宇宙黎明，那时的星辰仍在诞生阶段，而它已然主宰一切。本期视频，我们一起穿越时空，追寻这个恐怖怪物的诞生之谜，以及为何能突破宇宙极限的真相。这是一场直面宇宙极限的旅程，一次直视宇宙深渊的考验。在宇宙中存在一些庞大而神秘的天体，其力量几乎超出了人类想象的极限。那是重力扭曲现实的地方，时间在那儿变慢，连光线也永远被困其中。这并不是一颗恒星，更不是一座星系，而是一片被火焰包裹的无尽黑暗，其存在让宇宙中的一切都黯然失色。它的名字就是碳618。1957年，天文学家在对银道面以外的微弱蓝色星体进行观测时，意外发现了碳618。由于其亮度极低且呈现紫罗兰色，被编为618号天体。起初，人们以为它只是遥远星系中一颗微弱的蓝色恒星。但随后的光谱数据却揭示了远比想象更可怕的真相。那根本不是恒星，而是一座遥远星系的核心被一个规模无法想象的黑洞驱动着。碳618距离地球超过100亿光年。你今天看到的光，早在宇宙尚未达到如今年龄的1/4时就已启程。那时，星系才刚刚诞生，第一批恒星才点亮黑暗的宇宙。在如此遥远的地方，碳618并不能被我们直接观测到，只是以炽烈的光辉宣告自身的存在。因为这个黑洞并非普通的黑洞，而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天体现象之一——类星体。类星体是年轻星系的炽热之心，其能量源自吞噬巨量物质的超大质量黑洞。气体与尘埃被引力卷入漩涡，在接近光速的旋转中形成炽热而狂暴的吸积盘。吸积盘几乎在所有波段上释放能量，从柔和的无线电波到可见光，再到致命的 X 射线与伽马射线。盘内的碰撞与摩擦使温度升至数万摄氏度，释放出足以掩盖整个星系的光芒。因此，类星体成了宇宙深处最耀眼的灯塔，穿越上百亿光年，被地球上的你看到。在那片赤光的怒涛中，磁场被撕扯、缠绕、崩断，喷出2股几乎以光速飞行的等离子体喷流。这些喷流从黑洞2极喷出，横扫宇宙，长度可达数百万光年，比整个星系还要庞大。其携带的毁灭性能量足以吹散星系气体，阻断恒星诞生，甚至改写星系的演化轨迹。
在如今发现的类星体中，碳618几乎是最明亮的存在，能量输出相当于140万亿颗太阳同时发光。若它位于银河系中心，其光芒将掩盖所有恒星的亮度，比满月时还要明亮23倍，彻底抹去地球夜空的黑暗。在那炽热光辉的深处，潜伏着真正的巨兽。一个质量是太阳660亿倍的超大质量黑洞，相当于银河系中心人马座黑洞的1.6万倍。此外，其事件世界的直径约4000亿公里，足以吞没整个太阳系。若你站在它的附近，将亲眼见证物理法则被扭曲的奇景。在事件世界的阴影边缘，光线被弯曲回自身，形成环绕黑洞的幽暗光环。那些被困住的光线在坠入前的短暂闪烁，如同被时间囚禁。靠近事件世界，时间减缓，秒变成年。对远方的观察者而言，靠近黑洞的你几乎被冻结在永恒边缘。若你站在最后的安全轨道上，黑洞将占据你的全部视野，漆黑的地平线被烈焰般的光环包裹。当你继续靠近，光线的颜色会因引力红移而变暗变长，最终将耀眼的白光逐渐褪为深红。这就像黑洞正在将宇宙的色彩抽离，又仿佛宇宙正在被撕裂而流血。再往里就是坍塌的起点，密度无限，时间与空间不复存在。你理解的物理在此彻底失效。天文学家推测，像这样的超大质量黑洞，或许起源于最初一代恒星的遗骸，或是原始气体云直接坍缩的结果。它们是宇宙最古老的巨兽，也是至今无人能解的终极谜团。在亿万年的岁月里，黑洞不断吞噬周围的一切，吞下恒星，吸入气体，甚至与同类融合，在无尽黑暗中成长为宇宙中最贪婪的吞噬者。可碳618的存在，将一切关于黑洞的理论推向了极限。要在宇宙如此年轻的时期增长到660亿个太阳质量，它必须以几乎无法想象的速度进食。这意味着碳618的诞生与成长方式远超一切已知模型，要么诞生自一个异常巨大的原始种子，要么早期宇宙的环境远比想象中更为狂暴，彻底颠覆我们对黑洞演化的理解。然而，这样的类星体并非只是吞噬巨兽，同时更是窥视宇宙过去的时光之窗。那炽烈的光芒跨越100亿年的时空，穿透弥漫星系间的气体与尘埃，将早期宇宙的秘密一同带到今天。通过分析这些光谱，科学家得以探测早期宇宙的化学组成，描绘物质的分布图谱，研究宇宙诞生后最初10亿年中星系的形成与演化。碳618既是毁灭的象征，也是指引的灯塔。那来自远古的光芒照亮了宇宙隐藏的结构，让我们透过100亿光年的时空，同时看见宇宙深处恐惧的深渊与奇迹的光辉。
感谢观看本期视频，如果喜欢此类内容，不妨来个一键3连支持一下。我们下一期见。